作为游戏玩家，如果在10年前想要购买一张显卡的话，那么可以考虑贴着绿标的 NVIDIA。而在5年前想要购买一张显卡的话，还可以考虑贴着红标的 AMD。当然，现在贴着蓝标的英特尔独立显卡也终于来到了玩家们的眼前，而这就是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锐炫 A380。作为首发独占中国市场的显卡，其1030元的起售价也算是能在目前机型的显卡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来。至于它能不能得到游戏玩家的青睐，或者还有哪些亮眼之处，为此可以讲我们也是搞来了一块。那废话不多说，赶紧进入本期的详细测评吧。本次测试的产品是来自英特尔首发合作伙伴的蓝脊锐炫 A380 Photon 6G OC， 而目前其仅能搭配着整机出售，单独出售的版本可能还要等到下个月。那首先就是从外观方面，可以明显的看到，由于锐炫 A380 的售价仅在1000元出头，并且也是面向于 1080p 分辨率，所以整卡比较接近于 ITX 规格，长222毫米，宽114毫米，厚42毫米，电源接口为单8 pin 供电，支持 PCIe 4.0 协议，配备了双风扇双插槽散热模组，拥有一个 HDMI 2.1 和3个 DP 2.0 接口。DP 接口在版本上是由于目前的 N 卡和 A 卡的。至于核心规格上，锐炫 A380 采用了台积电6纳米制程工艺，基于了全新的 Xe HPG 高性能架构打造，核心代号为 ACMG11，拥有8个 Xe 内核和1024个流处理器。然而比较罕见的是，虽然锐炫 A380 的定价仅在1000元出头，但蓝脊也为其配备了6GB 的 GDDR6 显存，显存位宽为96bit，这样一来就能够确保在最新的3A 大作中不容易爆显存。而蓝脊锐炫 A380 Photon 6G OC 也算是非公版产品，所以显卡的最大核心频率从 2.0 赫兹来到了2450兆赫兹， TDP 功耗也从75瓦增加至了92瓦。除此之外，锐炫 A380 的 Xe HPGV 架构还整合了生产力与游戏性能，拥有 DeepLink 超级编码、XMX 引擎、高级 Xe 媒体引擎、AI 加速等实用功能，以此帮助用户在各种场景下高效运行生产力软件。那这些改变对于游戏玩家而言又能够获得什么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啊。其实这张显卡，英特尔提供了一个较为基础的测试平台，具体为 10400F 加上 16GB DDR4 的配置，按理说是不会出现较大问题的。但考虑到多重因素，这里还是换用了 i9 12900KS 的测试平台，配备的主板为 ROG Z690 Hero， 内存为 DDR5 4800兆赫兹 16GB×2， 硬盘是 SN850 ETB， 电源为安泰克1000瓦金牌全模组。至于对比的显卡，这里就用到了 GTX 1650 GDDR5 版本和 GTX 1050 Ti。首先是基准性能测试，在 SineMark D-X12 的 TimeSpy 测试中，锐炫 A380 的最终得分为5227分，这个分值均是领先了 GTX 1050 Ti 和 GTX 1650，领先幅度分别达到了 129% 和 55%， 而这样的表现在 TimeSpy Extreme 中也是基本一致。然后是 SineMark D-X11 的 Firestreak 测试，锐炫 A380 的最终得分为11174分，同样也是领先了 GTX 1050 Ti 53%和 GTX 1650 21%。至于在 Firestreak Ultra 中的测试，锐炫 A380 的领先幅度则稍有降低。除此之外，由于锐炫 A380 也是支持了光线追踪技术，所以这里也就进行了 SineMark 的 Port Royal 测试。但考虑到 GTX 1050 Ti 和 GTX 1650均是不支持光追的，所以这里对标的显卡就换成了 RTX 2060。从测试结果来看，锐炫 A380 的最终得分为1277分，对比 RTX 2060的3728分，差了 1.5 倍之多，着实是有点不如人意。那接下来的环节就是实际的游戏性能测试，测试分辨率均为 1080p。首先来看看网游方面，在英雄联盟的最高画质下，锐炫 A380 的平均帧数大致在276帧左右，均是弱于了 GTX 1050 Ti 和 GTX 1650，平均差距在 17% 到 23%。但在 CSGO 的最高画质下，锐炫 A380 的帧数就实现了反超，平均帧数来到了224帧，领先 GTX 1050 Ti 大约 7%， 但仍然是比不过 GTX 1650。然后是3A 游戏方面，第一款是以优化而闻名的《极限竞速：地平线5》，在开启极低特效下，锐炫 A380 的平均帧数为107帧，还能够跑一跑，超过了 GTX 1050 Ti 的77帧，领先幅度达到 38%。当然，这样的帧率还是比 GTX 1650低了约 6%。接着是在《荒野大镖客：救赎2》的低特效中，锐炫 A380 的最终成绩约为59帧，领先了 GTX 1050 Ti 55%。
但几乎是与 GTX 1650不相上下。然而比较意外的是，在换用了 Vulkan API 后，锐炫 A380直接上涨了5帧，超越了 GTX 1650 8%。于此看来，对比 D-12，锐炫 A380在 Vulkan 的兼容性上应该是更好一些。最后则是光追游戏，在古墓丽暗影不开启光追的特效下，锐炫 A380能够跑到90帧，相比 GTX 1050 Ti 强了约47%，与 GTX 1650处于同等水平。而在开启光追选项后，锐炫 A380的帧率便直接来到了60帧，虽然降了30帧，但还是能玩的地步。而由于 GTX 1050和 GTX 1650并不支持光线追踪，所以这里就不做测试了。然后是在看门狗军团不开启光追的高特效下，锐炫 A380能够跑到51帧，对比 GTX 1050 Ti 强了76%，同时领先了 GTX 1650 8%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 GTX 1050 Ti 与 GTX 1650均是爆了显存的，而 A380 则还留了一部分，所以在这种量级的3游戏中，其所配备的6G 显存优势就凸显出来了。另外，在赛博朋克2077不开启光追的中特效下，锐炫 A380能够跑到47帧，分别领先了 GTX 1050 Ti 53%和 GTX 1650 17%。然而在开启光追选项后，锐炫 A380 的帧率直接是来到了15帧，反正1帧不卡，2帧能玩，光追看看就好。除此之外，由于在发布会上，英特尔还强调了锐炫 A380 在视频编解码方面的性能，所以这里也对其进行了测试。首先是在 P2 中使用 H.264 编码导出的 4K 素材，可以看到锐炫 A380 的性能几乎是与 GTX 1050 Ti 持平，但是落后于 GTX 1650。然而在使用了265的编码后，锐炫 A380 直接实现了反超，分别领先了 GTX 1050 Ti 27%和 GTX 1650 19%。然后是在万星喵影软件中使用 H.264 编码，锐炫 A380 的成绩是明显落后于 GTX 1050 Ti 和 GTX 1650的。但如果使用了 H.265 编码，锐炫 A380 则同样是明显超越二者。除此之外，由于锐炫 A380 还特别支持了 AVE 硬件编码，所以这种额外的优势就很重要了。当然，对于各位玩家而言 ，AVE 编码除了能够在看视频时节约流量外，对视频的流畅度也有一定帮助。而目前在 B 站观看视频的话，就可以享受到这一点。同时，对于创作者而言，它还可以在画质不变的情况下，达到减少视频容量的目的，直接是省了一笔买存储盘的费用。那视频的最后再做个简单的总结。作为英特尔名副其实的游戏显卡，锐炫 A380 的表现还算是可圈可点。而相比市场上的 GTX 1650和 GTX 1050 Ti 来说，售价1030元的 A380 还算是有点性价比的味道。不过嘛，由于目前的显卡驱动还有一些小问题，且部分的测试软件也不能正常显示显卡状态，所以想要直接入手的玩家，建议等英特尔优化驱动再说。相信在英特尔的生态和技术执行力下，不久之后就会得到改善，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啊。除了游戏性能外，在创作和生产力方面，英特尔也为大家开了一个好头，这种双向发力的态度确实是值得肯定的。不过也别忘了，目前的 A380 仅仅是开胃前菜，即将推出的 A7 系列和 A5 系列才是发力的重点，所以期待着未来英特尔显卡也能出现在 Steam 的榜单上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次测试的全部内容了。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，记得关注超级课，我是给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